强森无奈，只能暂时先从汉克的病房离开。私人医生把他送出门去，上前来笑着说道：“真是太恭喜您了，汉克先生。我从医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例胰腺癌能痊愈的。”汉克点点头，移头站位，消失不见。他自然开心的喜不自胜。他躺在病床上，翘着二郎腿，心中感叹：他妈的，破财消灾果然有道理，钱花出去了，病就跟着没了。只是抖腿时感觉到胯下兄弟，一时间又有些惆怅无奈。胰腺癌现在是痊愈了，可是自己这小老弟还不知何日能够雄风再振。他原本想开口咨询一下私人医生，或者是这里专科医生，看看能不能组织专家给自己来一个会诊，看看自己的小老弟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转念一想，这可是叶晨干的好事，这些人怎么可能看得透叶晨的本质呢？到时候自己这阳痿的毛病非但治不好，很有可能还因此走漏风声，遭人笑话。万一这医院的人再把自己当成某一种新型阳痿的特殊案例进行研究，那真的是要丢大人了。于是他便将这个念头抛至九霄云外。等了几个小时，当纽约的天色蒙蒙渐亮的时候，强森医生快步走来。他敲开房门，一脸喜色地说道：“汉克先生，恭喜您，您的卡199数值已经降到20了，您现在已经彻底痊愈了。”漂亮。汉克从床上跳起，哈哈大笑：“安排一下，我现在就要出院回家。”言罢，他又拿起手机，打开了聊天群。群里面一帮人在追问他癌症检查的结果究竟如何，这帮人还在等着他的结果反馈。汉克在群里打下一行文字：“诸位，我的胰腺癌已经痊愈，请知悉。”原本汉克并不打算立刻就告诉他们自己已经确认痊愈的消息，主要是因为一想到这帮人很快就能恢复男性雄风，他心里就感觉十分不爽。但一想到叶晨说自己是课代表，这个职务还是有一定荣誉感的，于是他便将消息发到了群里。群里的所有人都没有休息，他们都在熬夜，等待着汉克反馈的消息。当他们看到汉克发来的这条信息时，一个个都放下心来。于是这帮人从天亮就开始筹备资金，赶紧将加密货币交给马特·芬克尔斯坦。几个小时之后，一个资金量超过100亿美金的暗杀基金在地下网络正式成立。这个暗杀基金刚成立，便立刻在地下网络宣布，他们将投入上百亿美金，用来在全世界追杀那些强迫过他人、给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有命案在身的名人变态。而基金一共有3套悬赏机制。第一个是举报机制，由于地下网络对个人的隐私保护得非常到位，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毫无后顾之忧地爆料自己知道的任何信息。基金成立之后，所有知道那些变态名人内幕的，都可以通过地下网络的举报渠道进行举报爆料。一旦爆料被确定真实，该用户将获得一笔加密货币作为奖励，奖励的金额要根据他具体爆料的含金量来进行评估。第二个是暗杀机制，也确认了某个变态的具体信息，就会在线上对其发动刺杀悬赏，就像马特·芬克尔斯坦对塔瓦纳夏的暗花一样，所有杀手都可以对其进行刺杀，只要刺杀成功就可以得到悬赏。第三个是助攻机制，这就像网游里的拿人头一样，如果是一个人单杀成功的，那这个人就得到他的暗杀奖励；如果是多人协助击杀成功的，那么协助他的人也可以得到一笔助攻奖赏，哪怕是在杀手追杀目标的过程中，伸脚绊倒了目标，也能得到助攻。由于资金量十分庞大，理论上他至少可以发出100多个1亿美金的刺杀悬赏。而且暗杀基金会也向外界透露了自己的运作机制，一旦某一个变态名人的举证被证实，并且这个人确实违背过他人意愿，对他人进行过残害，甚至犯下谋杀，那他的罪证将第一时间被公布出来。罪证公布出来之后，暗杀的悬赏将会紧随其后。
也就是说，即便这些富人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安全，甚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藏匿起来，他们也将面临身败名裂的风险。当这个暗杀基金成立的消息在地下网络传播开来之后，欧美富豪榜上大半的人都诚惶诚恐，还有许多名人、明星也是惊骇万分。一时间，欧美私人保镖价格翻了好几倍，像黑水这样的大公司甚至开始从中东战场上抽调自己的雇佣兵回国，因为他们的雇佣兵在中东打仗赚的钱都没有留在美国保护这些名人赚的钱更多。有的顶尖富豪甚至开出了比战场上高10倍的薪资。一时间，欧美富豪圈子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叶晨对马特·芬克尔斯坦的工作效率非常满意，这哥们虽然人品很次，但是做事情的执行力还是很 OK 的。不过，当消息传到汉克以及他的那些小伙伴这里时，他们一个个也是惊魂不定。他们最担心的是，会不会有一天，自己投资的基金会跑过来悬赏自己的人头。叶晨给了他们一颗定心丸，用叶晨的话说，他们能够拿出这笔钱来做这件事，最起码就已经有了迷途知返的实际行动。只要他们从现在开始不再有新的罪证，那么他们之前的事情，基金会可以既往不咎。如果基金会收到了关于他们以前的相关举报，该线索将被基金会按下不表，也就是说，基金会可以当作没有看到，不对此进行公布，也不对此发布刺杀悬赏。但这仅限于过去，一旦他们敢于犯下新的罪证，并且被人举报的话，那他们也将成为基金会追杀的对象。这个特殊关照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包括马特·芬克尔斯坦在内的这帮人，全是一帮衣冠禽兽，让他们来做这件事情，就得留他们一条命。叶晨把基金会所有的运作全部交给了马特·芬克尔斯坦，由他来负责运营。恶人还需恶人磨，马特·芬克尔斯坦最懂那帮混蛋，由他来运作便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而且马特·芬克尔斯坦现在也不管有任何造次，完全被史蒂夫死死拿捏。基金会成立之后，基金会的成员便准备共同恳求叶晨恢复他们的男性雄风，而此时的叶晨已经随塔瓦纳的团队一起动身去了燕京。塔瓦纳的下一站演唱会将在燕京举办4场。他作为风水总监，本身没什么工作，但既然已经跟老婆说过了，不来反而显得可疑。就在叶晨乘坐塔瓦纳的私人飞机，准备从金陵直飞燕京的时候，他在飞机上接到了顾秋怡打来的电话。